他是韩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外科医生，名叫英明。12年前还是实习医生的他，一上手就成功救活了一个患者，一举成名。这次实习的阿秀也听同事们提起过英明的故事。救护车急速驶入医院，急诊室有患者急待救治，英明恰好路过此地，路上耽搁了的患者情况很不好，现状非常危急，急诊科的医生对此束手无策。阿秀直接找到英明，请求他出手，但英明告诉阿秀，那位患者已经无法挽救。英明离开后，阿秀还是有点生气。他回到急诊室，听到安医生宣布患者死亡。与此同时，英明正在会议室与同事讨论病情，在这方面英明是权威。会议结束，英明察觉到安医生情绪低落，便安慰了他几句。正当他要离开，一个人紧抓不放英明的手，那人是实习医生阿卓。小金说他的爷爷是会长。听闻此事，英明直接找到科长，表达自己不想带20组实习生。这时副院长告诉他，阿卓是会长的继承人，来这儿只是为了通过考验。听后，英明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。从办公室出来，就看到阿卓在送礼物给护士。英明叫住他，让他跟着自己巡诊。巡诊时，英明还考核了阿卓一些专业知识，并让他负责这个病人的后续治疗。离开时，阿卓注意到了2名重病患者，英明连问都没问，直接说那2个人已经没救了，我们应该留下有限的医疗资源，优先救治其他人才是医生的本职。阿卓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，他用一种挖苦的语气回应英明，还代替他向患者家属道歉。英明看着他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其实阿卓也不是什么都敢说的人，他和阿秀是大学时的同学，他总是偷偷地看着阿秀傻笑。那天他们接到了一个通知，去观摩英明进行手术。此时此刻，副院长在仔细监视着手术室的每一个动作。手术过程中，英明让阿卓做收尾工作，没想到平时只懂理论的阿卓居然不敢动手。手术结束后，英明在众人面前严厉地批评阿卓，在这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救人一命。这次连平时爱反驳的阿卓也没反应。英明本以为阿卓第2天肯定不会再来了，没想到一大早又见到了他。为了避免和阿卓同行，英明选择去喝杯咖啡，却意外被阿卓发现他和一个神秘女人的会面。那个女人一直在对英明说好话，结果英明一气之下扔掉咖啡就走了。紧接着，英明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，会上讨论了一个财团的会长老张生病的事。英明分析老张年纪太大，不适合进行手术，但老张的儿子非要坚持手术，英明不想参与这种家庭纷争，直接拒绝了。在安排手术日程的时候，一看到阿卓，英明就来气，直接把他调到了急诊科。但能和阿秀在一起，阿卓乐意。阿卓求之不得。第2天，老张亲自找英明谈话，没想到又遇到了那位神秘女士。原来她是老张的女儿，而且是真的，她是英明的前女友，后来随老张出国，临走前2人未能好好告别，所以英明一直以为是真抛弃了他，是真也认为老张不宜手术。但这时候的英明脾气很大，坚持要给是真看看自己的本事。英明优先为老张安排了手术，手术过程相当紧张，在英明的精心操作下，手术虽顺利完成，但老张未能醒来，英明不敢离开。这时他收到了一条匿名消息，看完后脸色大变，把老张托付给安医生后急忙离开。结果在路上发生了车祸，醒来时他想去救人，却发现自己碰不到任何人，在驾驶座看到了自己昏迷的身体，被紧急送往自己医院的急诊科。巧的是，今晚值班的正是阿卓。没想到阿卓迅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，发现了心脏出血的地方，让阿秀立刻准备手术。手术刀到手，阿卓却突然停住了，迟疑不前。正当英明等得焦急时，阿卓终于决定动手，但英明发现阿卓刀下的位置不对，一急之下抓住了阿卓的手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个奇迹，英明的灵魂竟然转移到了阿卓的身上。英明寄宿在阿卓体内，迅速稳定了自己的病情。不久，英明的灵魂离开阿卓，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中。这里插入一个回忆片段，原来英明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，短信说他明天要回美国，希望能见他一面。英明以为这是真的，急忙前往，但路上遇到了一个摩托车手，摩托车手故意变道，导致英明来不及躲避，发生了车祸。回忆结束，突然英明的灵魂飞出了身体，生命体征再次显示异常。没有英明灵魂的阿卓当场愣住了，幸好安医生及时赶到开始手术。与此同时，副院长得知手术由安医生执行时，表情显得有些奇怪。这时英明的手术已经完成，但长时间缺氧，他变成了植物人。英明无法接受这一消息，疯狂地想要回到自己的身体，却怎么也做不到。与此同时，小金在安慰阿卓，但小金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就在刚才，科长还告诉他要对某事保密，
阿秀回想起手术的情况，开始对阿卓产生怀疑。尽管如此，阿卓用天才的身份将他糊弄过去。阿秀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会继续观察。”另一方面，英明因为自己的状态而发狂。这时，一位保洁阿姨向他说了句话，英明惊讶地追了上去，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却见一个灵魂从阿姨身上跳出。老苏告诉他自己正处于濒死状态，因为伤害了阿卓，所以不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。英明还想多了解一些，但老苏转瞬即逝。晚上，阿卓一个人来看望英明，他虽然不太喜欢英明，但还是希望他能快点苏醒。第二天，副院长安排人给英明做了详细检查，结果表明英明醒来的希望很渺茫。旁边的英明看着感到非常沮丧。老苏和另一个叫来福的鬼魂在一旁看着英明的窘态笑了起来。阿卓在和阿秀闲聊时提到了英明的昏迷，他觉得这可能就是命。这话直接激怒了英明。英明决定要给阿卓一个教训，却突然撞上了一面看不见的屏障。老苏再次出现进行解释，说明英明这种尚未死亡的灵魂不能离自己的身体太远，而像他这种已经死亡的灵魂则无此限制。英明失魂落魄，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，突然被老张一巴掌打在头上。老张说：“你先把我救活吧。”英明本能的赶紧逃跑。老苏提醒他，现在老张也只是个灵魂。英明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手术明明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老张也会灵魂出窍。他去老张的病房查看，却碰到了真正的张哥。老张正在亲眼看着前女友落泪争吵不休，英明也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为了查清楚老张为什么昏迷，英明去找小金了解情况，没想到撞见安医生和小金在说话。原来是安医生让小金给老张打了1000单位的药，甘肃这个药名，小金却让阿卓去注射，而且错传成了5000单位。英明气冲冲的去找阿卓，结果一激动又活过来了。他指着安医生大声责骂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又活了。正好有病人来看病，阿卓用高超技术判断了症状，让阿秀快去处理，自己则急忙离开。阿秀对阿卓的行为再次产生疑问，在老苏的帮助下，英明从阿卓的体内分离出来。老苏提醒他，频繁附身可能会导致身体死亡。英明决定去问问老张，恰好遇到张哥。张哥在昏迷的老张耳边絮叨，大意是老头子，你自己退位就省得我动手了。老张听了眼神悲伤。英明跟着张哥到了天台，听到张哥和副院长的对话，两人谋划了一个大计划。英明才明白自己的车祸不是偶然。晚上他跟着副院长偶遇阿卓，副院长透露，安医生将接手英明的手术，他不想让阿卓的职业生涯留下污点，这让英明误认为阿卓也参与了阴谋。他质问阿卓他们到底在策划什么，难道要拿人命来做交换？如果真要杀我，那为什么那晚还希望我能醒来？就在那时，阿卓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英明出了点状况。阿卓急忙跑向病房，英明也跟着赶过去。两人在奔跑中再次合体，结果发现只是虚惊一场。原来他恢复了自主呼吸，但在现场他的表现让安医生在阿卓身上看到了英明的影子。英明向安医生暗示阿卓被注射了过量的肝素，让他明天带阿卓去调查老张医疗事故发生的现场。他通过阿卓的口来揭露真相。之后，英明想要查看老张的医疗记录，结果阿秀一巴掌将他从阿卓身体里拍出来，阿卓尴尬地溜走了。阿秀则凝视着医疗记录，表情凝重。老苏找到了英明，不希望他附身在阿卓身上，承认老张事件的责任，即使是鬼也要有底线。这时阿秀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发现阿竹查看病历时使用的是英明的账号。到了晚上，英明的前女友史哲在打听他的事情，并联系了国外的朋友秘密进行调查。第二天会议如期召开，英明并没有附身在阿卓身上，因为阿卓进门时自言自语要揭露真相。整个事件的错误记录在额外的5000单位上，小金说是他让阿卓注射了1000单位，所有责任都压在了阿卓头上。副院长却在一旁幸灾乐祸，但阿卓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他根本就没有注射过。当时的值班护士也出来为他作证，副院长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，这让英明开始起疑。英明跟随教授们，却发现他们当时都不在医院。小金因为胆子太小，所以首先被排除了，而阿浩出了名的自私，他绝不会拿职业生涯开玩笑。阿卓已经洗脱了嫌疑，这样一来只剩下安医生了。英明开始跟踪安医生，发现安医生非常尊重他的治疗方式，他对病人非常关心。英明感到有些惭愧，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怀疑自己的得力助手。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，安医生也按照英明的原则治疗，对于无法治愈的英明，这让英明的心情异常复杂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出现了3个英明不知道的鬼魂，英明急忙躲进了阿卓的身体，这让3个鬼魂非常惊讶，他们都想试试看，最后发现只有英明能够附身，
阿卓尝试了多次附身，阿卓也感觉到了身体的不正常，帮忙捡起逃跑的东西。英明也赶紧跟了上去，他对阿卓的态度开始悄然改变。后来又为阿卓做了一次紧急手术，当作是一次惊险的经历，这让旁边的阿秀确信阿卓被附身了。之后阿卓去了监控室，查看自己被附身的疯狂状态，利用特权删除了相关记录。第二天他突然听说自己要被转院，他去找阿卓，却发现阿卓请假没来。安医生冲副院长去理论了一番，没想到事情出现了意外的反转，原来是安医生自己注射的。甘肃副院长原本想让小金背这个黑锅，结果小金把责任推给了阿卓，阿卓当时没在意，金医生只好自己来处理。他很在意对英明的感情，不想让英明出什么事，这让安医生感到非常纠结。就在这时，休假的阿卓推着英明的病床逃了。老苏附身的保洁阿姨也来帮忙，他们刚下楼就遇到了副院长，科长也带着人追了上来。世珍突然冒出来了，他问你们这是要把我的病人带到哪去？副院长找到了卓玛，问他为什么世珍会出现。卓玛根本不想理他。这时英明在旁边听着世珍和阿卓的对话，有人匿名寄给世珍一份老张的手术记录，英明看后觉得记录里没问题。紧接着英明突然出了事，这让他不得不加入调查。世珍在病床前对英明表露心声，显然他们之间有些误会，看起来很真诚的样子。英明的心情变得复杂，他试图跟着世珍走，却被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挡住了。这时恰好遇到正在出门的阿主，英明直接附身跑了出去。老苏知道后非常不安，向其他鬼魂说明情况，如果离开身体太远，脱离附身可能会魂飞魄散。而在另一边，一个生病的大妈直接把英明从阿卓身上撞了出来。那一刻英明浑身光芒四射，他的灵魂开始变成粒子，渐渐消失了。这时阿卓看到地上的大妈很不好，伸出手说如果你还在，就请救救她。英明一碰到阿卓的手，立刻又恢复了，迅速开始给大妈急救。英明跟着救护车又回到了医院，正好有医生来接手，他也很好奇这是什么情况。阿卓说是系统性血管瘤。安医生好奇怎么进行的急救，英明只好一次又一次附身来解释。解释完了，阿秀突然给了一巴掌，把他从阿卓身上拍出来了。看着阿卓走远，安医生越来越觉得有一点，英明也开始怀疑阿卓能看见他，因为他之前随口提过的饮料，这次阿卓竟然真的喝了。英明开始试探，但阿卓没有任何反应。第二天英明又跟着阿卓遇到了一个小姑娘，之前他对她不太好，小姑娘也不太喜欢他。英明看着小姑娘感到内疚，心里觉得有点愧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英明一直附在阿卓身上救治病人，被老苏看到了，感慨他毕竟还是医生。其他鬼魂也看到了他的行为，开始跟他打招呼。这一天英明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见了，吓得不轻，本以为是副院长保管的，结果发现被世珍搬到了独立病房，世珍连办公室也搬了过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副院长突然闯了进来，假惺惺地跟世珍打招呼。英明决定尾随这家伙，想看看他究竟有什么鬼把戏。副院长居然约了阿卓到办公室见面，试图套出阿卓医术进步的秘密，但阿卓根本不上他的当，直接就离开了。晚上英明看着世珍的眼神，眼中的爱意无法隐藏，这让他更加困惑，究竟为什么世珍当初离开他。第二天世珍打电话求助朋友，想了解英明的病情，突然从新闻得知老张醒了，世珍急忙赶去医院，被张哥拦住了。张哥死活不让世珍进去，英明跟着张哥进了病房，却发现老张并没有醒来。接下来英明更是愤怒，他发现安医生和张哥在勾结。英明痛斥安医生没有职业道德，羞愧的英明向老张道歉，老张早已释怀，连自己儿子都希望他死，他怎能怪罪别人。夜里英明附身阿卓去教训安医生，用自己的口吻向安医生提起往昔种种，痛斥他忘恩负义不会有好下场。安医生吓得差点心脏病发，他追出门时阿卓已经清醒。阿卓第一时间去删除了监控录像，当安医生想查看监控时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晚上英明回到自己的身体，他发现家里的宠物不见了，看来有人闯入过家里。下楼的时候又遇到了世珍，世珍以为阿卓跟英明关系很好，所以没多想就回病房了。英明从世珍那儿听到了不好的消息，他的病情在不断恶化，这让他想起老苏之前的警告，不能老附身在别人身上，那会加速他的死亡。英明立刻从阿卓身上分离出来，他决定除非必须否则不再附身。晚上世珍看着躺在床上的英明说，不知道我回来是救你还是害你，早知道回来会让你变成这样，我就不该回来。看得出来世珍还是很爱英明的。第二天英明看到阿卓来医院，赶紧躲得远远的，同时其他几个鬼魂发现在英明不远处有个浑身冒黑烟的鬼魂藏着。老苏叹气说，本来以为能安稳几年，看来又要有事了。
同时，急诊科来了一个伤情类似的病人，也是车祸心脏出血，但医生故意让阿卓来做手术，这都是副院长的安排，目的是让阿卓出问题。副院长想用这个把柄对付阿卓妈。英明在一旁劝阿卓不要冲动，阿卓看不过去，决定还是救人，他还是接下了手术。英明担心自己的身体会更糟，所以迟迟不愿复生。就在这时，阿卓突然转身看向英明，说先救患者再驾车。英明自言自语地对阿卓说。副院长见状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安医生刚要让阿卓离开自己接手手术，突然被英明附身的阿卓说你才应该走开，质问安医生，你有什么资格留在手术室？在英明的帮助下，手术顺利完成，没有任何风险。手术后，英明想和阿卓好好聊聊，但阿卓担心被监控，所以一直没开口。直到回到办公室，他们才开始摊牌。阿卓坦白自己一直能看见英明，英明大怒，责怪阿卓一直装作看不见。反过来，阿卓也不满英明总是附身，两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。英明去查看患者的各项数据，阿卓也跟了过去，发现英明其实外冷内热。安医生则在平复自己的震惊，回想起阿卓在手术台上骂自己的话，和英明的语气如出一辙。科长此时来找安医生责备他，应该让阿卓来做手术。为了避免负面新闻，科长决定把这次手术记在安医生名下。安医生的夫人也很不安，他要求拿来手术的录像，准备仔细审查。晚上，阿卓在病人床前守护，看着病人家人团聚的情景，英明的内心感到一阵悸动，他对阿卓的看法也开始改变。同时，那个全身是黑烟的鬼魂仍在监视英明。当晚，阿卓回家，他拿出一个相框，展示出背后的全家福。原来多年前阿卓意外落水，阿卓的朋友卓巴为了救他而遇难。阿卓今天在医院的表现，秘书也向爷爷汇报了这件事。第二天，英明看着世珍坐在躺椅上听歌，思念起当年他们共度的甜蜜时光。正在这时，阿卓突然冲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张机动车罚单，开始向世珍抱怨，别浪费时间在那种占用消防通道的人身上，让世珍一头雾水。英明追着阿卓大声斥责，机智的阿卓假装打电话跟英明对骂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涌来许多记者，原来是有人把阿卓做手术的消息传了出去。阿卓立刻想到了他表哥副院长，副院长说要把阿卓打造成医院的招牌。英明迟了一步离开，却听到了他在电话里说要把阿卓捧得更高，让他跌得更痛。同时，阿卓看见了一位儿童患者，小胜的妈妈正在医院恳求帮助。经过询问才知道，孩子的手术非常复杂，本应由英明来做这个手术，现在大家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动手。小胜无法转院，因为他们没钱。之所以能在这里，是因为英明为许多富豪做手术，从中赚取了大量资金，并创立了一个基金。这个基金专门帮助困难患者，而小胜实际上是胜妈领养的孩子。阿卓看着这对母子，心中充满了同情，他怕自己一不留神就会流泪。与此同时，明明发现世珍潜入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并且拿走了平板电脑。紧接着，世珍又去给老张送饭，又一次被保镖挡在门外。世珍询问之前送的螃蟹老张吃了没，保镖说已经吃完了。世珍从保安的回答中感觉到了什么，和老张聊了才知道他对海鲜过敏。世珍其实是在试探老张是否清醒。老张其实想请英明劝劝世珍，叫他不要再追查了，因为是真的，光是照顾医生的事就够忙的了，还得抽空处理其他病情。如果是真继续调查的话，如果被副院长和张哥知道，恐怕会遭遇不测。正在这时，石安医生来了，他一天要给老张打4次肾上腺素，保证老张能活过这一年。对手下出这种事感到羞耻，离开老张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灵魂，这人正是之前一直在监视他的神秘灵魂。那人似乎有急事，匆匆忙忙地跑了。就在此刻，英明看到护士们都往急救科跑，他跟过去才发现，是真正在帮忙抢救病床上的那个男人，正是当天拦他的摩托车手小黑，也是一直在跟踪他的那个灵魂。这时，小黑的灵魂也出现了，看着自己已经停止的心跳，小黑对英明说，是我害你成这样的，我会因此受惩罚吗？我会死吗？另一边，阿卓在宿舍遇到了小胜，小胜哭着对他说，医生，我真的不想死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阿卓和英明都遇到了互相需要帮助的时刻，他们决定互帮互助，但首先得定下几条规则。最关键的一条是，英明不能让其他鬼魂知道阿卓能看到他们。得到英明的帮助后，阿卓马上通知小胜可以进行手术了。等科长带着团队过来的时候，让安医生来做这个手术，因为安医生以前跟英明一起做过类似的手术，同时借用安医生的教授资格审核，让他申请做这次手术，这让安医生感到很是犹豫。阿卓和英明去看望小胜，发现这孩子其实很喜欢他。记得有次小胜被欺负，是英明及时站出来帮他的。
听阿卓这么一说，英明看着小胜，心里特别难受。这时候医院突然来了个急诊病人，这家伙是去山上偷情，结果从山上摔了下来，真是刺激得很。伤者的老婆因此大闹一场。英灵本来想溜，结果被阿卓硬拉进了身体，被那女人抓着头发狠狠地扯，好在最后还是救了人。可那偷情女人的老公也冲过来了，还是个黑社会大佬。英灵急忙从阿卓身体里逃了出来，结果阿卓挨了对方一拳，他们的合作又一次告一段落。另一边，副院长看着监控里阿卓的样子，要求安保以后要注意，每天自己来检查阿卓的监控。这时候安医生决定给小胜做手术，因为副院长因老张事件受挫，收回了先前对安医生的承诺。想要成为教授的安医生知道自己得有所作为，阿卓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消息。看着高兴的小胜，声明和阿卓也都挺开心，但一出门就遇到一个女孩在那儿哭泣，她是小黑的妹妹。这时小黑来找英明，告诉他们两兄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他一个人拉扯妹妹长大，妹妹即将参加大学考试，小黑为此打了很多工，这严重消耗了他的健康。出事那天他服用了强效药物，结果药力过强，导致那天英明出了车祸。小黑恳求英明救救他，他保证会帮助英明揭露真相。说到这里，小黑转向阿卓求助，阿卓吓得手机都掉了，犹豫着要不要继续装作没看见。这时副院长恰好路过，阿卓趁机逃走了。小黑指着副院长说，副院长就是背后的黑手，手下还有医生帮忙，这让英明决定一定要救小黑，但他需要世珍的援助。他先找阿卓商量。世珍走进老张的病房，看到老张的状况很愤怒，警告保镖以后不许拦自己，否则就让张哥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世珍也展示了他掌握的证据，原来世珍打开了英明的平板电脑，翻看了手机里的短信，发现有人在英明出事时冒充自己给他发了信息。真开始怀疑小黑，世珍开始负责小黑的治疗，全力以赴的救治，同时小生的手术也开始了。手术难度非常大，英明和阿卓都很紧张。正要进手术室时，英明被一道屏障挡住了，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被移动了，急忙去寻求附身在清洁工身上的老苏帮忙。而此时阿卓等不到英明，只好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。他不专业的表现让安医生起疑，幸好英明及时赶到，成功附体。在手术过程中，安医生出了问题，最终还是英明完成了手术，没忘记讽刺一下安医生，连最基本的操作都搞不定。手术结束后，英明和阿卓在天台大笑。这时世珍接到了国外同事的消息，英明只能活1个月了。英明和阿卓在天台上谈心，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。科长和安医生在想，他们不明白阿卓是怎么完成那么难的手术。科长又一次把责任推到安医生头上。这时副院长打电话给安医生，询问手术是否失败，结果让他很失望。晚上英明坐在世珍对面，跟他聊起了今天的手术经历。虽然只是以灵魂的形式，但能参与救人，他感到非常开心。第二天，科长召集其他教授开会，决定将来所有高难度手术都交给阿卓来做。同时阿卓被卓玛的电话吵醒，得知昨天的手术已经传到卓玛那里。阿卓看了看时间，没想到自己竟然睡了整整12小时。他在去看小胜的路上，才从护士那里得知，原来昨天英明又附身在他身上，在病房里守了小胜整整10个小时，期间还因为犯困摔伤了肩膀。但这次阿卓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更加认同英明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张的病房里发生了一件荒唐事。之前他威胁了2个安保，这样就能自由进出老张的房间。而就在这时，张哥突然出现，对老张大发雷霆。原来老张把一个律师藏了起来，老张在昏迷前还修改了遗嘱。张哥大发一顿脾气后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而藏起来的正是真和老张，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。张哥随后去了副院长的办公室，把情况告诉了他。副院长作为他的盟友，立刻派人跟踪那个律师的手机。在另一边，阿卓偶然遇到了小金。最近阿卓的表现让人觉得他像是鬼上身。小金提起了当年的一件事，那时由一个实习生完成了一场高难度手术，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英灵的帮助，这让阿卓想起了英灵今天说的那句话。他真羡慕阿卓，至少阿卓知道自己被谁附体了。看来英灵当年也遭遇过附体。阿卓在思考的时候遇到了安医生，安医生提醒他记得写手术记录，没想到英明已经把记录写完了，他还习惯性的画出了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平面图。阿卓得知后立刻去删除了那些数据，但没想到安医生手里还有一份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正是那些能识别英明手稿的少数人之一。阿卓在抱怨英明做事不仔细，这一幕被卓妈看到了。原来卓妈在阿卓小时候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，看着自言自语的儿子，卓妈的脸上满是严肃。
另一边，受到附身的清洁工老苏的启发，他发现了小黑昏迷的原因。这时，一个神秘女人出现了。小雨正在观察被附身的阿卓和英明，他在为小胜做术后处理。小雨找到了阿卓，让他带他去找英明。看着躺在床上的英明，小雨直接向阿卓询问：“英明现在在你体内吗？”原来小雨刚才已经去问过小胜了。他看到了些什么？12年前，英明曾为小雨做过手术，术后英明还尽力照顾他，这让小雨深信不疑英明。所以，现在他希望阿卓为他做手术。没想到手术时，阿卓竟然没在手术室出现。幸好关键时刻阿卓还是来了。手术由英明附身的阿卓完成。术后阿卓向英明透露，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。阿卓听说了老苏的话，长期附身会导致英明死亡。监控室的卓妈看到阿卓的异常行为，她马上让保安删除视频。与此同时，副院长拿出了已经备份好的视频。另一方面，英明问阿卓今天为什么犹豫，又为什么出现。阿卓解释说，他不想违背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承诺。英明听后非常感动，于是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全部告诉了阿卓。两人的对话引人深思。就在此时，一位病情紧急的病人被送来，医院急需医生进行手术，没时间等副院长的指示了。历史似乎在重演，阿卓做出了当年英明相同的选择。12年前，英明本应和世珍约会，但他看到病人后选择了手术。尽管当时还只是新手，他在束手无策时突然被附身。现在医院里再现了当年的场景，阿卓在英明的附体下完成了复杂手术，同时副院长与卓妈展开了较量。原来阿卓小时候见鬼的事，副院长也知道。他得知阿卓在国外一直看精神科，副院长怀疑阿卓有精神问题，这让卓妈感到手足无措。与此同时，安医生得知阿卓又完成了一台高难度手术，大家都在传阿卓是被鬼附身，这让安医生更加焦虑。另一边，英明向阿卓透露了自己曾被鬼魂附身的往事。阿卓也坦白了自己不愿让英明附身的理由，他已经知道附身可能会加速英明的死亡，阿卓不想让英明为他牺牲生命。英明解释说自己其实是个医生，而且自己的病似乎无法好转，他宁愿不等死而去，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救更多人。冰凌向阿卓保证，无论他怎么选择都会支持他。阿卓带着复杂的心情准备下班，这时候阿秀突然给了他一巴掌。阿秀感慨地说，现在整个医院都在传阿卓的英勇事迹，自己也渴望成为像阿卓这样的医生。话锋一转，阿秀深意地看着阿卓，希望将来你能亲自救治更多病人。阿卓对阿秀的话感到非常惊讶，虽然对方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这家伙真不怕死。阿秀听到了这话，但没有多说。在另一边，真正的治疗发挥了效果，小黑终于醒了。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却发现小黑竟然不记得阿卓了。这时小黑接到了副院长助手的电话，对方试图用钱封住他的嘴。阿卓冲进副院长的办公室，警告他以后别在自己面前玩小把戏。同时英明在走廊里，老苏突然出现在他生气时，告诉他人一旦苏醒就会忘记之前的魂魄状态，这就是为什么小黑忘记了他和英明的交易。阿卓找到小黑，向他解释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小黑对阿卓知道这些事情感到非常惊讶。阿卓只是劝小黑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傍晚，老张在医院喝着酒，偶然遇到了英明。老张表示他非常后悔让英明和世珍分开，他原本打算让世珍去国外，世珍希望能和英明单独谈谈，但那天英明因为救人而迟到了，因此约会晚了，这最终导致世珍按照安排去了国外，但他拒绝了老张的所有帮助。世珍觉得自己抛弃了真爱，不敢过得太好，看得出英明真的很心痛。第二天，张哥在医院门口被一群记者围住，有人曝光了老张未苏醒的消息。张哥赶到病房，却见到世珍，副院长和安医生也急忙赶来。英明和老张的灵魂在一边静静的观察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此刻，张哥一直在寻找的律师也来到了病房。律师拿出了老张的遗嘱，以及放弃延续生命的授权书。听到这份授权书，世珍的眼眶立刻红了。事后世珍找到了阿卓，他希望阿卓不要再隐瞒任何事。阿卓提醒世珍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老张的后事，其他的事等明明醒了再说。同时卓妈找到了副院长，之前副院长用阿卓的病情威胁卓妈，现在双方都握有对方的把柄。副院长让安医生背黑锅，安医生因为副院长的影响力不得不接受这个苦果。小黑出院时犹豫地望向病房，世珍最终决定按照老张的意愿办理。在这之前，他带父亲去复查了一次，结果很不乐观，已经无法再进行治疗。与此同时，老张和老苏在病房里对弈，两老早已看透生死，人生没有真正的输赢，能打个平手就很不错了。此后的生活，阿卓也放下了过多忧虑，
与英明一起救助各种病人。这事儿传到了阿卓爷爷那里，他很担心阿卓的健康。另一边，安医生秘密约见了副院长，拿出了以前阿卓被英明附体时得手术记录，记录上有英明的草图。同时，阿卓爷爷独自坐在手术室门外，对着空荡荡的走廊自问：你现在在我身边吗？他仿佛看到年轻的老苏和自己，笑着从手术室走出。安医生展示了英明的草图，向副院长解释阿卓被附体的情况。这听起来就像开玩笑，副院长作为正常人自然不会信。这时副院长突然提到会长，也就是阿卓爷爷来医院了。医院里，阿秀正在被前辈训斥，因为有个身份不明的患者刚到，阿秀和阿卓一起抢救时不小心冲撞了前辈，阿秀对此很不满，对面的前辈训了他几句后就走了。而老苏附身的清洁阿姨假装消毒，借机对前辈猛喷消毒水，直呼要清洗这人的人格。老苏在找阿秀时，阿秀给他买了饮料和盒饭。一直假扮保洁的老苏总在背后帮阿秀和阿卓牵线，其实老苏是阿秀的爷爷，一直在医院里默默守护阿秀长大。副院长急忙赶回医院，可院长对这位外孙似乎并不太满意。科长也来跟会长汇报情况，会长无奈地说，医院的管理糟糕到这个地步了，大家都无所事事吗？随后严厉地批评副院长，告诉他不要总搞些无用功，好好做好服务医生的工作，这才是他作为行政副院长的本职工作。会长刚走出大厅，老苏却悄悄跟在他后面，目送会长离开。老苏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位小兄弟还是那么精神啊。晚上英明在世珍身边守夜，英明和阿卓在老张临终前根据老张的意愿给世珍留下了遗嘱。世珍读着父亲的遗言，再也忍不住泪水，紧紧抓着英明的手不断呼唤。英明想安慰世珍，却触摸不到他，失落地跑到走廊休息，正巧看到阿卓走过，于是他附身阿卓去照顾世珍。看着安睡的世珍，回忆起两人的美好时光，英明忍不住摸了摸世珍的头。世珍迷迷糊糊中误将眼前的人当成英明，直接扑过去抱住了他。到了第二天，世珍突然发现英明的脑电波有所改善，英明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阿卓。阿卓听后比他还开心，立刻跑到检验科去了解情况，询问脑电波到底怎么回事。世珍一头雾水，问阿卓怎么会知道这件事。阿卓说自己昨晚梦到的，本来没当回事，他们猜测可能是受了某种刺激，才让状况好转的。阿卓和英明开始探讨原因，想到最近做了不少手术，而且英明工作非常努力，阿卓决定去找科长，把原本英明的高难度手术全部接手下来。附身阿卓的英明完成手术后，恰好路过世珍的手术室，便趴在窗口偷看，结果被世珍发现了。英明赶快蹲下身体想要逃走，结果摔倒在副院长面前。副院长半信半疑地问阿卓，小时候的看鬼病好了没？附身阿卓的英明直接回应，问他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怕不怕鬼来找他？没有手术时，英明和阿卓帮助其他鬼魂实现愿望，有个叫小美的鬼魂一直未能苏醒，阿卓把小美的病历给了世珍，同时小美告诉英明她常流鼻血，几人开始合作，最终找到了小美昏迷的原因。世珍决定给小美做手术，试图让她醒来。副院长找到安医生，大声斥责他说胡话，什么鬼魂附身的事情不要再提。为了能扭转局势，安医生决定向副院长证实阿卓真的被英明附身。他申请观察阿卓的手术，还特意向副院长透露了英明的手术习惯，向副院长讲述了一切。手术中，副院长注意到阿卓的手术习惯与英明惊人的相符。这时世珍也进了手术观察室，安医生在手术室故意提到英明以前在这个手术中出现过失误。英明不自觉地反问，我什么时候犯过错？话音刚落，英明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但此刻正是手术的关键时刻，英明只得发怒，把副院长和其他人都赶出去。手术结束之后，副院长立刻去找英明，这次英明没有否认，而是直接承认了，没错，我就是车英明。英明对副院长大发雷霆，怒斥他在手术室拿人命开玩笑，直接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还把张哥的计划都告诉了副院长，让副院长随便去外面宣传鬼魂附体，看看有谁会相信他的话。副院长这才感到胆寒，去找安医生商量对策，两人都不知所措，甚至担心英明在暗中监视。另一方面，阿卓责怪英明冲动，但现在也无可奈何，估计副院长也被吓坏了。另一边是真在发呆，回想着手术室中阿卓的表现，不禁让人生出疑问。这时阿卓刚好走进来，是真好奇地问阿卓怎么知道小美流鼻血的。阿卓又编了个理由，说是梦到的，像是真一样。手术室的事故后，他也匆忙离开了。第二天，阿卓急匆匆地跑进医院，连跟阿秀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。昨晚副院长在家里说了些什么？阿卓猜他可能会对英明不利，于是急忙赶到医院，一大早来看时针，却发现
他不在房间，原来他今天要给小美做手术，而美妈正忙着等小美醒来。好感写完博士论文，看着小美即将恢复健康，和小美谈恋爱的小帅心里挺复杂。正当他以为小美已经离开时，小美突然出现在他们后面。原来小美的手术只完成了第1阶段，小帅在向他们解释手术的过程。弗莱福也释怀了对英明的怨恨，吉鬼也跟着一起去晒太阳。另一边，副院长正忙着指导所有教授，让阿卓的替身完成手术，而阿卓则在策划给英明的一次特别约会。他安排了很多人来照顾英明，还把小雨演唱会的门票送出去，让他代替英明去为小雨加油，同时自己也准备了门票给英明，安排他附身去看演唱会。紧接着是真和英明在演唱会现场相遇，英明急忙编了个理由，说是来看小雨。看着是真和粉丝们一起挥手，回忆起过去的幸福时光，英明的眼里充满了爱意。回家路上，两人肩并肩，英明幻想着能像以前那样抱住世珍，但现实中他却不敢那样做。世珍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当胸外科医生，英明随口回答说是因为一个女孩的约定，他去了神经科，我去胸外科。这话让人震惊，因为这正是他之前对英明说过的。真的愣在那里。两人刚回到医院就被阿秀看到了。阿秀原本想过去学习一下，却恰好接到了个急诊电话。这时候阿卓突然电话响了，等到英明和阿卓找到他时，他已经直接穿过去了。阿卓紧紧抱住了灵魂状态的英明，另一边阿秀正在抢救小胜。原来小胜的病情突然恶化了。这时阿卓和英明也赶到了。阿秀一见到阿卓就问他的车，英明教授来了没，把阿卓和英明吓得直接坐倒。在英明的紧急救治下，小胜的状况终于稳定下来。事后阿秀跟阿卓说，他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英明的存在，只有英明会叫他那个绰号，还有英明手术前的那些动作。一旁的英明听了大吃一惊，阿秀的直觉。阿秀接着问阿卓和何世珍怎么了，话里话外都带着不满，但英明和阿卓这两个直男根本没察觉。会议上气氛死寂，阿秀晚上回家的路上还在念叨阿卓和何世珍的事。另一边小胜的病因也查明了，但会议上没教授愿意接手。阿卓看到小金手指了指上面，立刻意识到副院长在搞鬼，他冲去找副院长理论。副院长根本不在乎别人死活，不来时看着那几个无赖，小胜倒是挺开心。转眼间那几个无赖都垂头丧气，小孩子真是让人头疼啊。另一边，良心的南安科长也去求副院长了，结果对方不仅不同意，竟然还想动用鹰的救助基金，用来升级 IP 病种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偷偷进行手术。手术准备时，副院长突然闯进观察室，科长和教授们马上帮阿卓掩护，副院长也没办法，英明附身给阿卓指导手术。手术进行到关键时刻，英灵的灵魂突然剧烈波动，幸好英灵凭借强大意志力完成了手术。手术后发现小胜还在，一系列辩护之后，英灵终于爆发了，和阿卓的对话变得暴躁。最后阿卓建议他先去问问老苏的情况，老苏虽然当了多年的鬼，但也不全知全能。就在这时，来福带着小胜找到了阿卓和英灵，小胜身上出现了灵魂回归的光芒，小胜被吓得哭了，英明抱着他安慰。在众人注视下，小胜慢慢消失了。英明和阿卓急忙赶往病房，小胜慢慢睁开眼睛，这让阿卓开心极了。离开病房之后，英灵责怪阿卓只关注结果，不在乎手术中的突发情况。阿卓一直沉默。英灵回到自己的病房，看到世珍趴在床边哭，英灵一瞬间情绪崩溃了。他试图触碰世珍，但是摸不着。这时世珍的电话响了，英灵迅速离开了现场。英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痛苦，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。阿卓在门外静静地听着，脸上的表情复杂难明。阿秀打电话来询问小胜的状况，阿卓回答的无精打采。阿秀能感觉到他的情绪很低落。世珍挂了电话，正好遇到阿卓。阿卓询问了英明的近况，是真的态度冷淡极了。原来是真去看了心理医生，最近他总能在阿卓身上看到英明的影子。医生建议他与阿卓保持距离。第二天，副院长暂停了胸外科医生的手术，阿卓立刻冲去找副院长理论，副院长却硬要跟他对着干。阿卓直接说不就是钱的问题吗？以后所有账单都刷我的卡。副院长看阿卓这么横，简直不可理喻。突然他接到张哥的电话，张哥要来医院找麻烦，他们在诊室里埋伏起来。张哥一到，他们马上让小帅去通知阿卓。与此同时，张哥突然闯进病房，威胁世珍赶紧滚蛋，要求把遗产还给他，否则就会像对英明那样对待他。英明听到后怒不可遏，他曾经被人狠狠教训过，原来是张哥为了逼总逼的。张哥拉着是真要他按手印在转让文件上，英明想要揍他，却完全无法触碰到他。就在这时，阿卓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场。丁明和阿卓对视一眼，两人迅速联手向张哥猛地出了一拳。
但两人也因此力道过猛，摔倒在地。这时副院长赶到，将张哥带走了。张哥威胁副院长必须帮他夺回遗产，否则就要揭露副院长过去的黑历史。听到这些，副院长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是真在帮阿卓包扎受伤的手，边包扎边说：“手是医生的生命啊。”旁边的英明听着不由得想起了过去，记得当年是真也是这样帮他处理伤口的。阿卓出门时突然被阿秀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，阿秀质问他为什么一听说是真有事就立刻跑了。这时阿卓才意识到，原来阿秀是在吃醋。阿卓好奇地问阿秀为什么会相信有鬼上身的事。阿秀说20年前他亲身经历过。另一边是真看着床上的英明说，他曾希望自己离开后英明能开始新的生活，但直到再次相遇，他才发现两人其实都未曾放下过去。第二天，老苏告诉英明，他找到了英明灵魂不稳的原因，因为英明的身体正在慢慢恢复，已经有部分灵魂开始回归，这导致外在的灵魂变得很弱。于是阿卓和英明决定以后暂时不进行手术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美的灵魂也回到了本体，她终于苏醒过来。一天，英明在检查小帅的身体时，发现体内多了一根导火线。这时监测设备突然爆炸了，英明赶紧叫阿卓过来看看。正当这时，一个实习生走了进来，开始了一系列紧急操作。阿卓赶到时，情况已经平息了。英明注意到老苏偷偷地从实习生那里溜走，英明追上去问老苏怎么回事。老苏说自己在医院待久了，也学了些医术。他又提醒英明，今天小帅遇到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。另一边，副院长暗示约安医生，询问如果病人突然死亡的可能性。经过小帅的事情后，阿卓找到世珍，告诉他之前的行为让世珍觉得熟悉，是因为那个人骑实不是他。世珍惊讶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阿卓解释说那些事不是他做的，而是车英明。就在这时，英明也冲了进来，世珍一时间无法接受，感到震惊。英明和阿卓开始争吵，他不应该擅作主张。两人走出去后，阿卓对英明说，他从小在医院见过很多别离，不希望英明和世珍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。这让英明想起了老苏的话，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就在这时，世珍过来找阿卓，问阿卓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因为英明暂时不愿透露真相，阿卓只好开玩笑说已经忘了刚才说了什么。这让世珍非常生气，他警告阿卓以后禁止拿英明的事开玩笑，同时禁止他靠近英明，否则就让他好看。看起来强悍的世珍回到了病房，望着昏迷中的英明，他的眼眶红了。英明想出病房见人，但回想起阿卓之前的话，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应该和世珍道别。安医生晚上走夜路也不安心了，副院长最近找到了安医生，要求他对英明做手脚，否则一旦英明苏醒，他之前对老张的手脚肯定会被发现。这让安医生陷入了深思。另一边是真因过度劳累而昏倒，丁玲来不及叫醒阿卓，直接采取了行动，是真被紧急送往急救。阿卓醒来时完全懵了，阿秀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阿秀也意识到英明和世珍关系非凡，同时嘱咐阿卓要好好照顾世珍。阿卓于是把世珍带到了英明家。世珍半梦半醒之间，误将阿卓当成英明，清醒后非常生气，转身就要离开。阿卓直接叫住了世珍，说英明也不希望他这样对待自己，不应该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这番话让世珍情绪崩溃，眼泪不停地流。另一边，安医生来到医院想潜入病房，但他发现门口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黑衣人，还没开始行动，计划就宣告失败了。现在的阿卓其实是英明附身的样子，他只是假装成阿卓。世珍则出去散散心，先是去了他们曾一起逛的服装店，帮自己挑选衣服，然后又去郊外野炊了。医院里，副院长找到了科长，命令他把所有昏迷的患者转移。科长因为副院长的权威，只好执行命令。科长在看着医院的旧纪念照片，感慨最可靠的人离开得太早。他提到的那人正是站在阿卓爷爷旁边的那位。秀妈急忙来探班，原来阿秀一直说自己在眼科工作，结果秀妈发现他实际在急诊科。秀妈气得冒火，转身就附身到了一位保洁员身上。老苏本来想安慰女儿一下，但秀妈根本不理他，这让老苏感到很无奈。阿秀担心母亲知道自己的真相，这时看到阿卓热情地带着志珍回来，阿秀这才明白，原来那天和世珍离开的是英明。第二天，阿卓在家睡懒觉，被一个修理工吵醒，他出去一看是在修水管。阿卓拿起喷头，水突然喷了出来，这让阿卓想到了救醒英明的关键。他急忙跑到英明房间，告诉世珍以前都只关注脑电波，却忽略了血管的重要性。现在虽然脑电波恢复了，如果血管未恢复，英明的意识也无法完全回归，情况就像之前的小生一样。世珍立刻安排对血管进行检查，结果阿卓真的说中了，
世珍一把抱住了阿卓，高兴极了，这让英明非常生气，他急忙上前把两人拉开，结果不小心碰到了阿卓。晚上在英明的病情分析会议上，阿卓分享了自己的发现，宣布明天早上给英明做手术，手术由科长亲自主刀。阿卓之前已经和科长商量过，虽然是科长挂名，但实际上是阿卓动手。晚上阿秀送来饮料，为阿卓加油。阿卓询问20年前的事情究竟是什么，阿秀说他只希望那个孩子不要记起那件事。这时候急诊室里一名伤者突然大出血，恰巧所有能做手术的医生都不在，别无选择，英灵只得再次与阿卓合体。手术进行中，突然出现了意外，英灵突然离开了阿卓的身体，试图再次合体，但怎么也做不到。听到这个消息的老苏急忙赶来，但还是迟了一步。张哲的灵魂开始流转，濒临崩溃。副院长找到医生们，准备追究阿卓的责任，但所有医生都为阿卓辩护，说患者本来就病重，而阿卓仍在全力抢救。副院长听后非常生气。世珍听说英明的手术可能要取消，他的脸上满是担忧。另一边，英明看着伤心欲绝的家属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阿卓一个人失落地离开了医院，英明怎么喊也没让他回头。老苏过来劝英明，就算不手术，那位患者也活不了了。英明说其实是阿卓坚持要救人，看到阿卓当时的眼神，他决定冒一次险，最终还是失败了。担心阿卓此后会一蹶不振，他赶紧去找人问阿卓的情况，发现阿卓的老妈也在找他。副院长过来了，假装在安慰阿卓妈。从对话中，英明了解到阿卓之所以能看到灵魂，是因为他父亲今天出事了。确实如此，想起小金之前的话，英明的手术非阿卓莫属。自那次手术后，阿卓的技术已经无人能及，很多复杂手术都是阿卓完成的。施珍去找科长了解情况，科长把阿卓的经历加油添醋地告诉施珍，说阿卓是因为鬼魂附身，才能一夜之间成为高手。副院长询问律师，阿卓是否违法？律师说完全符合职业道德。副院长说那就等阿卓辞职来结束这场纷争。说到这里，副院长感觉背后发凉，他猜是英明在旁边，没想到英明真的在他背后。副院长把问题推给了英明，如果不是他附身救了阿卓，他的心理防线绝不会轻易被击溃。英明当然不会轻易屈服于这种低劣的心理攻击。阿秀给世珍带来了美味的饭菜，现在阿卓不在医院了，阿秀来照顾世珍。英明在大厅闲逛时，竟然看到安医生出现了，他跟着过去。副院长和张哥打算让安医生复职，让他负责英明的手术，计划在手术中除掉英明，这让英明气得快疯了，但他又无计可施。阿秀根据时针的提示，在英明家找到了阿卓。阿秀告白说自己被阿卓救人的举动打动了，阿卓让他帮忙带份辞职信回医院。阿秀看着阿卓说，20年前爷爷已经去世，却救了一个小男孩，这个男孩至今还让人操心。英明找到了老夫，询问当年为何要附身于他。老苏只能承认，当年他被英明的眼神感动，正如今天英明看阿卓时的眼神。第二天，英明病房发生了意外，幸好护士及时发现，立即通知了世珍。世珍确认是副院长他们搞的鬼，他直接过去警告他们，以后如果张哥再敢动英明，就不会放过他。阿卓接到消息，立刻赶回医院，恰好遇到英灵的灵魂。英灵对他说，没有医生能每次都救人成功，如果你因一次失败就气馁，那你不配做医生。阿卓大声喊道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说完他转身就走了。副院长在另一头盯着监视器，屏幕上显示张张进入英灵的房间，好像在找什么。晚上看着床上痛苦的英明，希望似乎触手可及，但又一次破灭了。在另一处，阿卓独自蜷缩在英明的书房，整夜未眠。第二天早上在医院门口犹豫，突然接到小金的电话，他说再也等不下去了，决定要转移英明。这时阿卓身后有个孩子突然倒下，关键时刻老苏附身在科长身上跳进海里。阿卓询问老苏是否有孙女，老苏提到他们家漂亮的阿笑，并承认了当年救阿卓的事情。安医生来到英明的病房询问情况，询问转院是否是英明的意思，是真不明白他的意图。安医生意味深长地说，难道是英明教授故意隐瞒的吗？两人具体的对话被隐去了。晚上在准备转院的时候，阿卓急忙赶到，对着站在世珍身后的英明说，你还是留在这里吧，不要离开我。世珍听后似乎有所思考，回想老苏当年在医院去世的情形，他正打算离开，恰好遇到出事的阿卓和卓爸。卓爸情况危急，阿卓也灵魂出窍。老苏看到后无法忍心，他决定采取行动，所以他附身于他人，成功救下了阿卓。阿卓很是担忧，担心是自己耽误了老苏的转世投胎。老苏展现了他那颗医者的人心，激励阿卓决心要救活英明。护士们也感到非常高兴，
世珍最后决定留在原医院。世珍注视着，听英明说这是他的真实愿望。副院长联系了张德之，发现那段时间的记忆已经消失，他立刻意识到是英明搞的鬼，这更让副院长感到愤怒。阿卓满血归来，他警告副院长以后不要再对英明动手动脚，因为英明现在是他的师傅。另一边是真回到病房，发现了新的宝贝。阿卓急忙解释，他将24小时负责英明和他的安全。不过世珍似乎已经知道了英明附身的秘密，这让阿卓只能慌忙告别。幸运的是，世珍并没有深究。满血复活的阿卓先是重新装修了医院的休息室，然后完成了来福和小帅的请求，还给英明送去了一台按摩椅。英明高兴得不得了。老苏附身在保洁阿姨身上，给科长送去了保健品。在附身期间，老苏发现自己的徒弟也已经老了很多。这天阿卓在前台闲聊，爷爷突然带来了许多零食，而且阿秀竟然早就认识爷爷。事后阿秀向阿卓透露，在阿卓出事的那天，因为发高烧，阿秀在葬礼上见到了老苏的灵魂，随后跟着他去了医院。老苏急救的时候，科长也在场。阿卓在手术室外碰到了他爷爷，他告诉爷爷，自己的爷爷通过医生救了个小男孩。说完阿卓就昏倒了。阿秀和阿卓爷爷因此而认识，之后在学校里又遇到了阿卓，每天都在督促他学习，希望爷爷当年的行为有其价值。应老苏的要求，阿卓隐瞒了医院发生的事，他现在更在意阿秀之前的告白是否认真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。阿卓乐得像个孩子。另一边，阿卓爷爷坐在手术室门口与老苏交谈，虽然听不到彼此的声音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的交流。接下来英明开始给阿卓特训，老苏对英明说，这么短时间内想速成几乎不可能。英明觉得阿卓的状态很像自己年轻时，为了不依赖别人的帮助，阿卓被强大的动力驱动。晚上英灵突然发现施珍竟然弄了头发，原来施珍终于想通了，如果英灵能看见的话，他肯定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。阿卓的魔鬼训练仍在继续，英灵的身体也在逐渐恢复。副院长开始出问题，要调查昏迷病人的情况。医院原本选择了小帅，没想到小帅的爸爸是大人物，他们不敢惹，所以选择了用英灵的救济金帮助的来福。阿卓找副院长准备硬碰硬，副院长要求他们提出医学理由，你需要给出充分的医学理由。来福请求英灵先救救小帅，他还很年轻。英灵和阿卓开始着手治疗小帅。这时候急诊室因交通事故忙成一片，这一次阿卓没有退缩，他主动帮助伤者处理伤口。阿秀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发现这次的医生不是英灵。突然有伤者失去了生命迹象，灵魂也开始离体。阿卓迅速冲过去坚持进行抢救，最终从死神手中救回了这个人。智真目睹了这一幕，他说那人应该在一旁看着呢，这让旁边的阿秀感到非常震惊。世珍默默地离开了，回想着小金之前的话，还有安医生的那些暗示，阿卓自言自语对着空气，还有他们之间的种种细节，确认英明就在自己周围。另一边忙完的阿卓正在处理阿秀的表白问题，原来是真没有隐瞒任何事，但考虑到英明不想暴露真相，他希望阿秀也暂时保持秘密。阿秀尊重是真的决定，没有告诉阿卓实情。第二天是真邀请阿卓一起吃饭，其实是英明附身的是真。阿卓去买饮料时，偶然遇到了老相识的张哥，张哥声称要教训一下阿卓，是真急忙跑了出去。阿卓被对方用棍子打倒在地，英明的灵魂从阿卓的身体中脱离，他的身体开始流转星光，眼看就要灵魂出窍。眼看着阿卓倒在地上，世珍急中生智，大喊英明的名字。这时阿秀接到了世珍的电话，急忙赶到事发现场。老苏也跟随阿秀一起来到，他第一个发现了英明的灵魂，迅速附身。医护人员立刻将阿卓搬到英明的灵魂旁。英明附身后迅速苏醒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英明注视着世珍，回忆起自己刚才的焦虑状态，更加坚信自己必须要醒来。第二天，兴奋的是真被小美妈妈叫去谈话，她说她醒来后变得不再那么顺从。世珍解释可能是因为沉睡中的一些难忘经历，并告诉她小美现在很健康，很快就能出院。世珍终于不再隐瞒，坦白了自己知道英灵附身的事情。他开始经常约阿卓吃饭聊天，英灵附身时常会让阿卓受伤，这让深爱阿卓的阿秀感到非常心疼。英灵控制阿卓的身体时，与世珍的互动很甜蜜。尽管阿秀知道那不是真正的阿卓，但他心里难免感到嫉妒。他找到机会，一巴掌将英灵的灵魂拍了出来。是真立刻看出阿秀的心机，两个女人开始为各自心爱的男人争吵，最终达成协议，约定英灵每天只能附身阿卓3个小时。与此同时，副院长开始调查，发现阿卓最近一直没有参与手术，其他医生也因此埋怨阿卓，抱怨他抢走了所有的急诊科实习工作。与此同时，
世珍突然发现英明的身体出现异常情况，英明去找阿卓，发现阿卓竟然看不见他，原因是阿卓觉得英明天天附身太烦了，阿卓故意装的。第二天，他们真的找到了小帅昏迷的原因。阿卓和英明决定去告诉小帅，却发现小帅的明星爸爸正忙着应对记者，记者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小帅一个人跑到楼顶，他打算放弃苏醒的机会。英明冲上去劝他，小帅却开始质疑英明，批评他以前不在乎无价值的病人，质问他现在为何突然扮演好人，这让英明开始反思。但他还是对小帅说，会有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为他手术。来福不顾自己病情，坚持要救小帅，还是有很多人关心小帅的。两人分开后，英明反思小帅的质疑，他认识到自己做鬼之后，才意识到以前的自己有多不称职。另一边，小帅发现小美家里介绍的那位对象竟是渣男，他还在外面有另一个女友。小帅气的想要找他算账，幸好小美也很反感和男人相处。与此同时，英明的病情更加严重了。医生们开会后决定要进行搭桥手术，坏处是手术后脖子要带管子。在讨论手术方案，阿卓坚信英明不应该接受这个手术。英明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，他也在犹豫这件事。他认为搭桥手术是最安全的选择。阿卓情绪激动，坚决反对搭桥。我要找全国的医生来救你。但是打出去的每一个电话都没人接。副院长和张哥在暗中策划，他们计划让安医生主刀英明的手术，暗中搞鬼，想要除掉英明。然后张哥打算对付安医生。这时科长突然找茬，他在手术计划上签字，感慨英明是后辈中最有能力的，但担心搭桥手术的后遗症可能会让他无法进行大型手术。英明找到小帅，告诉他们将在同一天进行手术。小帅为之前的冒犯向英明道歉。来福委托英明将他转移到离家近的疗养院。来福的豁达让英明受到触动，他决定去做一件冒险的事。小美去找世珍，询问他怎么知道自己会流鼻血。世珍说是其他医生的推测。恰好小帅正在体检，小美被小帅吸引，世珍鼓励小美去小帅床边送温暖。小美站在床边鼓励小帅，小帅内心百感交集，这更坚定了他的康复决心。英明找到安医生，请求他参与自己的手术。安医生去找副院长，要求接替英明的位置。副院长看到安医生的野心，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手术在众人关注下即将开始。就在这时，阿卓闯进手术室，和安医生互换了主刀位置。这时附身在阿卓身上的英明开始操作，英明的动脉置换手术正式开始，这让观察室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原来英明决定跳过搭桥手术，直接进行高风险的灵魂归位手术。原来那时候英明去找了安医生，彻底唤醒了他的医德。他对安医生坦白，强调医德比医术更为关键，还提到曾看到安医生在办公室无助地请求原谅。安医生最终同意了英明的请求，让他完成最后一次手术。手术前，他又去向老苏道别。老苏分享自己曾经也附身救人的故事，但真正成熟的只有英明自己。他嘱咐英明醒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生。师徒俩含泪告别。英明安排来福转院到疗养院，小帅也来向来福遥遥道别。最后，他和阿卓一起走向手术室。附身阿卓的英明和安医生互换了位置，这让副院长大吃一惊。但一切已无法阻止。手术正式开始，附身的阿卓开刀自己的胸口，同时小帅的手术也在真正的主导下开始了。老苏在外面陪着紧张的小帅。这时英灵感受到巨大的压力，进行动脉置换时灵魂波动几次，幸亏他坚定的意志力帮他完成了手术。准备缝合外部伤口时，突然灵魂波动剧烈，英灵的灵魂从阿卓的身体中弹了出来。另一边，小帅的手术也顺利完成了。老苏看着旁边空荡的椅子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这时清醒的阿卓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英明决定让自己的徒弟来帮助自己缝合。在英明的支持下，阿卓成功完成了缝合任务。回头一问，英明的灵魂已经不见了。阿卓兴奋地冲出手术室，迫不及待地要告诉阿秀这个好消息。实际上没有谁比他更高兴的了。在另一处，手术结束后，安医生从科长那得知，英灵曾多次帮他推荐教授职位，都因为副院长说资历不够而被拒，所以他才不得不使唤他帮忙应对。面对副院长的追问，安医生让他等着瞧会后悔的。第二天，小帅比预期早醒来，和预想的一样，他忘了阿卓是谁。但是小美看到这位帅气的大男孩又心动了。在另一边，秀妈在急诊室狠打那个难缠的老太太，母女俩最后在一顿饭中和好，还邀请了附身于保洁员的老苏一起吃饭，这也成了一种特别的家庭团聚。那晚阿卓翻手机时，他找到了一段英明附身实录的视频。视频开始，英明先曝光了一些秘密，证实了他曾附身于阿卓，接着回忆这3个月的经历。
他誓言不会忘记这段珍贵的时光，更不能忘记这个努力又充满爱心的徒弟。第二天得知英明醒来，阿卓激动地赶去看他，但英明恢复了以前的冷漠态度，甚至对帮他整理房间的珍也是冷言冷语，这使得珍感到非常失落，最后伤心地离开了。很快阿卓发现英明其实是在假装失忆，用老苏的话说，他就是那位总是挑战规则的人。安医生主动向警方自首了，副院长也收到了警方的调查通知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和世珍谈判的张哥也被警察带走了。老苏附身成为保洁员，给阿秀送去了迟到的生日蛋糕。他最终还是要离开，但看到孙女这么优秀，他也心满意足。阿秀含泪目送眼前的人，他似乎猜到了对方的真实身份。阿卓和老苏的再次相遇，就像15年前第一次见面一样，他用一深深的鞠躬，向这位救死扶伤的老人道别。在另一边，依云问阿卓为什么最近没看到时珍，阿卓说是的，时珍已经解除合约回美国了。这消息让英明惊讶不已，他说自己其实只是假装失忆，想要和世珍重新开始，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。那晚，英明回想起这段时间的真实经历，感到异常沮丧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世珍竟然拖着行李进来了。原来他只是去了美国，辞掉了那边的工作。看着又得到的女友，英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紧紧抱住世珍，自言自语，这次是我的生意，我的脸，我的人。紧握着故事的结局，英明看着阿卓努力救治病人的样子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阿卓战胜了内心的恶魔，完成了作为医生的蜕变。英明也因这次经历，灵魂得到了救赎。人们常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，或许只有在生与死的边缘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。